月升沧海已经完结，网友的评论不一，有的觉得圆满，有的觉得太仓促，而我却被这个场景所感动。凌不疑从西北边关回来，第一次见到程少商是在宫门外，这里和原著是相同的，并没有改写。稍微不同的是，原著是程少公给程少商牵错了马，而电视剧是少商从袁善见的马车上下来，自己骑上马，但这并没有影响主线。凌不疑从宫里出来，小胖还在问他真的不去见程娘子了吗？凌不疑回答说，待我重修完霍氏坟茔与祠堂，我会祭告祖先，不再娶妻生子，我此生别无他求。话才说完，就看到了对面从马车上下来的程少商。程少商和袁善见也看到了他，就那样静静地站着，四目相对。凌不疑慢慢红了眼眶，径直向程少商走过去。程少商转身就走，凌不疑跟上。少商跨上马后没有坐稳，险些摔倒。凌不疑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伸手接住他的脚，谁都没有说话，还是像当年一样。凌不疑把少商的脚稳稳地放进了马凳里，调节马凳。这个记忆又重叠，只是可惜了，霍不疑和程少商都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。霍不疑的手上还带着程少商弦。少商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，两人就像相处多年的夫妻，不需要多说一句话，却默契十足。只是当年的少年郎抬头看向少商时，嘴角轻轻扬起，眼里有光，而此时的他整个人都被笼上了一层灰暗，熟悉却又陌生。马凳调好了，程娘子日后骑马还需当心。多谢霍将军，我已不再是曾经的程少商，如今就算没有马凳，一样能骑马。凌不疑看向自己日思夜想了5年的女孩，她还是和从前一样，面若桃花，肤如凝脂。我给你调一下凳带。他轻轻道，似乎自己的声音大声一点就会吓跑这个女孩。他想用最温柔的方式对待她，能让她如此温柔的也只有他。有些人哪怕日日在你身旁，你也依然无法动心，而有些人明明不在眼前，却日日在心里。所有的温暖与感动你都只想给他，别人就是不行，看他一眼，心里的冰山便足以融化。少商对于凌不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。当年凌不疑和程少商第一次亲密接触，就是少商在万七七他们家骑马，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，是凌不疑飞身上马救了少商。之后看见少商在骑马时连脚都没放在马凳里，于是他很细心地把他的脚放进去，温柔地帮他调好马凳。也正是那一次，凌不疑第一次说出了自己对少商的心意。少商一直以为那是凌不疑在调侃他，却不知那是他的真心话。而5年后的第一次重逢又是同样的情景，两人心里五味杂陈。当初的心境已与现在不同，当时虽然初相识，但一切都充满了希望。现在虽然很熟悉，但彼此之间好像又横着巨大的鸿沟，无法跨越。可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。凌不疑在没见到少商之前，坚定自己不再娶妻生子。可见到少商的那一刻，在心里坚固了5年的壁垒瞬间崩塌。他身不由己地想要靠近他。两个人之间，只要有一个人愿意迈出第一步，那两人总还会有希望。如果两人都站着原地不动，那就真的没希望了。凌不疑上前的那一瞬间，两人之间的希望就已经开启，让人很感动。